那就是乔家那个哑巴，听说脑子还不好。如今乔家已经破产了，他爸爸也死了。你说老爷子到底看上他什么了？只要我出家处死，你乔家的危机可以立马解除，咱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。走，我带你去见见我的两个儿子。哟，爸，这就是你给我们新找的小妈呀？这么年轻漂亮，您身子骨受得了吗？没大没小的。是他。你有什么别急，不是没关系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乔乔以后就是你们的小妈，得掌活要尊敬点。是，小妈。愣着干什么？叫人啊！你现在有2个选择，娶我，或者多一个跟你争家产的小妈。叫呀，大声的叫呀！说不定有人听见，就不来救你了。到底会不会？怎么，你也哑巴了？叫小妈？我还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要处理。看来他没认出我。我在车上。你确定是要跟我结婚吗？你就不怕老头子因为这件事情为难你？你应该非常清楚，楚家的商业版图发展到如今这样的地步，我跟他之间早就不是父子关系这么简单了。而且现在整个西周的人都知道你是他看上的人，这样做等于是在打他的脸。不为难，其实我早就想着过结婚跟他翻脸了。结婚以后，我会负责你妈妈在疗养院里的所有费用，还有你那个妹妹，只要她能保证不再惹是生非，她还是能继续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的。但是你必须听我的话，一个字都不能动。懂吗？开车，民政局，结婚。姐，你就这么跟楚一凡结婚了？我听说因为这件事情，姐夫已经跟楚氏集团闹翻了，而且楚伯伯还放了狠话，说要收回姐夫在楚氏集团的所有股份。那妈妈在疗养院的费用？姐，你们才结婚3个多月，你就这么相信他？你该不会不知道他是一个私生子吧？而且我还听说他的亲生母亲生前是做那种事情的，跟很多男人睡过觉。姐夫到底是不是楚伯伯的亲生儿子，还不一定。知道了，以后我不会再乱说了。大嫂，乖乖的，留在家里。
只是可惜，他想要结婚的人好像并不是我。郎才女貌，真般配啊！谢谢。姐姐，你怕什么呀？这场宴会的女主角本来就应该是你啊！姐夫，你太过分了！今天是你跟我姐结婚100天的纪念日，你居然在这里勾搭别的女人！难道她不是小楚总的新婚夫人？真以为才是。我还听说小楚总的新婚夫人是个哑巴来的。小楚总这样的人物，怎么可能会娶一个哑巴啊？我姐姐不是哑巴，她只是……小楚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有没有告诉你，让你乖乖的在家待着？结婚之前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回去吧，还有你那个惹是生非的妹妹，带回去。她是我新招的秘书。那是这个镯子是我母亲给我留下的唯一的遗物，你带着它，我找到你。你还愣在这干嘛呢？你好，小姐，有什么可以帮你？楚总业务繁忙，有消息。又一个送礼，楚总要这种人。一凡哥，他在比划什么呢？看不懂。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还要磨蹭到什么时候？一凡哥，刚才是他在说话吗？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装的哑巴？告诉我，你看见了什么？告诉妈妈，你看见什么？对，就这样，你说，一个字也不要说。娇娇，你爸爸的生意全都仰仗楚家，如果楚天胜完了，我们家就全都完了。你妹妹就快要出生了，我们家不能流落街头。爸爸。不要叫我妈妈，我的大女儿因为发高烧突然失语，成了哑巴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会说，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没有？
医生开的长效避孕药，从今天开始按时服用。恭喜你怀孕了，通知孩子的父亲，他要当爸爸。冉冉痛经，看完病去给他买些红糖水，送到这个地址。一凡哥，我只是生理期而已，不用住院这么麻烦的。你一个女孩子，怎么不关心自己的身体啊？有你关心就够了呀。一凡哥，我眼睛里好像进东西了，你能帮我吹一下吗？好点了。哦，对了，乔姐姐不是去买红糖水了吗？怎么现在还没有回来？怀孕了，真是好大一个惊喜呀！哎，不对，你老公好像还不知道这事吧？别着急，我现在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。小楚总，你老婆怀孕了哦！一凡哥，回血了。小楚总，你老婆怀孕了哦！怎么了？是垃圾信息，我已经帮你删掉了。你都不怀孕了，看来你老公也不怎么关心你。要不你亲自跟他说？哎呦，你是个哑巴，不会说话。不过我这个手机可是安装了最精密的变声器，就算你不是哑巴，他也听不出来你的声音。变声器，儿子，我是你爸爸。儿子，我是你爸爸。儿子，我是你爸爸。我就说是垃圾信息吧，这么低级的恶作剧，把他拉黑就好了。小楚总，你的老婆和孩子可现在都在我手上呢。小楚总，你的老婆和孩子可现在都在我手上。老婆、孩子？哼，小楚总，你不还忘了你有几个老婆了吧？不过我相信她一定是你最爱的那一个。从被我绑架到现在，一点声都没出。就这样温婉可爱的人，哪个男人看了不动心啊？哎呦，哭了，他哭了。你是谁？想干什么？准备好20亿，否则我就把你的孩子从他的肚子里挖出来。
喂，小花，你姐在医院呢吗？医院？啊，对啊，姐夫，我姐病得这么严重，你怎么还不来陪她？不会又在跟那个狐狸精鬼混吧？朱总已经定位到夫人的手机，此刻就在这家医院里。看来他没有被绑架。你找到他的准确位置，然后派人送他回家。是。考虑好了吗，小朱总？你老婆的肚皮很嫩，轻轻一划就破了。那就辛苦你帮我把那个孽种处理掉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那个女人只不过是我当初娶回来气我爸的一个工具，我就从来没想过她能成为我的妻子，我也没打算跟她之间要一个孩子。既然你那么喜欢帮人处理麻烦的话，那两个麻烦一起帮我处理掉吧。操！捡了个没用的哑巴！你再说一遍。啊！再说一遍！锤凡，你再说一遍！你不是哑巴，你会说话。把我带回去，我让他一字一句把刚刚说的话再说一遍。带回去。好。那个骚扰电话还没有停下吗？朱总，有人在医院里捡到了夫人的手机。那里，夫人的手机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。确实是被绑架了，附近的监控设施都被破坏了。这里也有红糖水。你走不远，找按水的痕迹，给我一件一件的找。是。接电话，给老天接电话！你终于接电话了，锤凡。说出你的条件。条件？我这个手机安装了最精密的变声系统，它听不出来你的声音。原来他并不知道正在跟他通话的是谁。如果他知道了这个孩子的存在，既然你那么喜欢帮人处理麻烦的话，那两个麻烦一起帮我处理掉吧。不能让他知道。你在为了一个麻烦。你让他接电话，现在却要确保人质的安全。你忘了吗？他是个哑巴，会说话的。爸爸。再说，他已经死了。当你说出不认他这个妻子，要把他这个麻烦杀掉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死了，是被你的冷言冷语杀死的。可惜啊，你是个哑巴，说不了能去的话。想死是吗？你很生气，他临死之前也很生气，愤怒、屈辱、不甘，还有对你心存的一点点幻想。他比谁都更清楚他在你心里的位置。无论你怎么冷落他、欺辱他，
哪怕你让他给其他女人买红糖水，他都没有怨言。可是楚一凡，他是一个人。就算你把他当成一个工具人，就算他从来都不会说话，你怎么可以不把他当做一个人？你怎么可以说出让他去死这么无情的话？静儿，是你了。即使再痛，他都不会大喊大叫。我已经找到你了，变声器。你的手机。你好，有看见什么奇怪的人吗？奇怪的人。楚董，这是在七台市附近发现的。乔姐姐，一凡哥带着人到处去找你，你得去哪儿了？你手机不是丢了吗？那你这是……该不会绑架这件事是你自导自演的吧？就是为了看一凡哥对你怀孕的态度。你真的怀孕了？放心，就算是真的，我也不会告诉一凡哥。虽然你霸占了我楚夫人的位置，但同为女人，能理解你的心情。你是个哑巴，本就没有为楚家生儿育女的资格。就算是生下来了，一凡哥也绝对不会让一个哑巴来抚养他的孩子，到时候骨肉分离，好可怜呐！一凡哥，你回来了。一凡哥，你回来了。说什么信什么，这么蠢。好久不见。裴哥哥。把门敲开。这里是医院，撬开不合适吧？这是楚家的医院，我说开就开。说。楚总，离开这家医院了。你从小就爱迷路，怎么一阵就出来了？他对你好吗？如果他对你不好，就来找我。你忘了，我是离婚律师。刚才在医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男人是谁？那个男人到底是谁？刚才在医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就算是真的，我也不会告诉一凡哥。我眼睛里好像进东西了，你能帮我吹一下吗？
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哪里都不要去。如果生病了，我会让医生来家里。这样下去，她早晚会发现我怀孕了。那朱总，我们进去以后发现医院的器材室并没有人，但是窗户开着，不确定匪徒是不是翻窗逃走了。这是在器材室里捡到的。他手上有勒痕，难道真的被绑架过？甚至被刀割断的痕迹啊！难道说器材室真的发生了绑架事件？可是夫人不是已经安全回家了吗？监听系统已经就位，只要通话时间超过10分钟，就能确定信号来源的准确位置。我要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我要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小朱总，20亿这个数字，对你来说不算夸张吧？不过我现在改主意了。我要放着自己如花似玉的老婆不闻不问，却一门心思扑在一个小偷身上。冒充他人身份，你似乎对我的事情很了解啊。是你自己说的，他不过是你娶来见你爸的工具而已。既然你跟老初总已经翻脸了，他这个工具对你来说无关紧要吧？我要你跟他离婚，这样也不耽误你跟你的小情人花前月下。你是个女人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如果你是一个男人的话，你应该非常清楚，男人的感情和身体是可以分开的。冉冉现在身体不好，我还不能碰她，所以乔初这个工具对我来说，你不想跟他离婚，就是为了继续睡他。作为绑匪，你似乎有点过于关注人质的感受了。通话时间不足10分钟，无法确定信号的准确来源，大概位置就在您和夫人居住的社区附近。这么快就想通了？乔初，这是我自己的手机。如果让他知道我是装的哑巴，他会不会怀疑？喂，说话。姐夫，我是画画。乔画。对呀，姐夫，我感冒了，嗓子不舒服。我姐说你们家有特效药，就让我过来啦。姐干嘛？她在洗澡。我看看。什么？你要看我姐洗澡？没事儿。姐，你干嘛让我装感冒骗姐夫啊？我也是你们夫妻情趣不累的一环。
姐，你不会是偷人了吧？那要不然你干嘛让我帮你做伪证啊？还有昨天姐夫莫名其妙给我打电话，问我是不是跟你一起在医院，还好我反应快，要不然你偷人的事情可就瞒不住了。那不然的话，你一个家庭妇女，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？偷了谁？是不是裴哥哥？你偷了谁？是不是裴哥哥？你不说话我就当你承认了啊！也难怪你跟裴哥哥从小青梅竹马，如果不是3年前发生那件事情，说不定你们早就结婚了。要我说呀，裴哥哥跟姐夫那个渣男。哎姐，下次你们偷情的时候把我也带上吧，我保证能给你们打掩护。万一要是被姐夫发现了，我就说裴哥哥是我的男朋友。姐夫，裴哥哥是我的男朋友。上一句，裴哥哥给你这个渣男强。哎，姐夫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我们刚才说的话。就他这点胆量。我再问你，在医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个是在医院的器材室里面找到的绳子，那手上还有勒痕，怎么解释？器材室里面存放器材，所以在器材室绑匪是跳窗逃走的，但是器材室的门是在外面被反锁的，所以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你打伤了绑匪，然后你逃逸的时候，这一步。我在问你，回答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，你打算瞒着我？那个女人只不过是我当初娶回来气我爸的一个工具，从来没想过她能成为我的妻子，甚至跟她之间有一个孩子。你都听到了？那些话我是说给绑匪听的。怀孕了。你老婆的肚皮很嫩，轻轻一划就破了。我需要确定绑匪说的话是不是真的。一凡哥也绝对不会让一个哑巴来抚养他的孩子，到时候骨肉分离，好可怜的。离婚。这些话是谁教给你说的？那个绑匪是有找过你了吗？好，没事了，你放心。
不是可以被威胁的人。如果想要离婚的话，想离婚的话，法律上妇女有独立决定生育与否的权利，但生孩子这件事毕竟是两个人的事。如果夫妻双方没有出现明显的感情破裂或者重大原则性问题，我的建议是尽量以商讨来解决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他对你不好，就来找我。我指的是我，不是找唐律师，你明白吧？楚总，夫人进了一家律所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保证她的安全啊。听话。楚总，技术部的同事已经修复了变声器的本来声音，应该是个女人。女人？我要你跟他离婚，我跟他离婚，这样也不耽误我们的心情。放心一下，我要你跟他离婚。这就解释了夫人为什么可以从绑匪手中轻易逃脱。我刚刚联想到一些线索，绑匪是个女人，诉求是希望您跟夫人离婚。您说这件事会不会跟云冉冉有关呢？3年前你突然出国，究竟是发生了什么？强哥，这点药是我好不容易得到的，把它加到酒里，保证能让它愈生愈死。再去给我找几个有脏的。楚一凡，我看你得了脏病，还能得意多久？楚一凡。If you wanna feel lost, come out with me. I just want company. Perfect. Unfold your pieces, I want from your 你是打算帮我解决吗？你身上的味道闻起来不像是随便的女人。我自己可以解决。Still, you feel the heartbeats collide. Their fights will slowly subside. How can I be sure? You're why do you love this time? 谁让你回来的？怎么这么不听话呀？这个镯子是我母亲给我留下的唯一的遗物，你带着它，我就能找到你。所以你一回来就结婚了？走吧，我送你。夫人已经到家了。他自己回去的吗？还是上次那个男人送夫人回的？一凡哥，你下班啦？这么晚了还不下班？人家这不是想多陪陪你吗？哎，一凡哥，人家的生理期今天刚结束，今晚让我多陪陪你好吗？冉冉，这个镯子真的是你母亲给你留下的遗物吗？当然了，一凡哥，这是我母亲留给我最珍贵的东西。楚总要这种女人的东西干什么？楚总，镯子很漂亮，哪来的？哦，朋友送的。楚总，人家还没有男朋友呢。
你这镯子看起来很贵重，不是男朋友怎么会送这么贵重的礼物？其实这个是我母亲的遗物，主子要是喜欢，不用了，既然是你母亲的遗物的话，你就带着吧。明天来我办公室报道。我升职了，恭喜你啊，云秘书。他刚才把监控调出来发给我。你今晚回家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要挑战我的底线，别墅面布满了我安排的保镖。如果你敢靠近他一步的话，我一定会让你原形毕露。你不是不在乎他的心，常做什么事？你是真的想保护他，还是想把他作为诱饵，替真正你想要保护的人承担所有风险？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重要吗？当然，我是一个绑匪，只有拿捏住对方的软肋，才有继续谈判的资格。楚一凡，你的软肋是什么？你带着他，我就能找到你。我没有那种东西。那你还真是很闲。是人都会有软肋，有想要守护的人和事儿。既然你一直把他当做诱饵，那不如把他给我。你跟他离婚，乔治。你刚刚在对谁？问你话呢？为什么能跟别人打电话说话，跟我就不行？话，话。我的哑巴妻子会说话，你告诉我，我应该怎么冷静？ I need your love again. 하늘에 닿을 만큼 높은걸요 바다를 품을 만큼 밝은걸요 你到底在想啥？ 이렇게는 마음은 물들어가고 있어요 그대의 그 향기들로 이렇게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사랑해 따스해 너만 생각하며睡，而你可是你能折腾。
어디로 진 우리 운명이야.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唐律师，约我老婆吃饭，我一起，不介意吧？当然不介意。那夫人肯定也不介意了。服务员，加份餐具。想点什么自己点啊。海鲜过敏，吃不了。他怎么知道？那就来吃块肉吧。太肥了，他吃不下。小楚总，你很了解小楚吗？我老婆我肯定了解啊。什么？姐，你到现在都没有告诉姐夫3年前你救他的事情，为什么呀？这个桌子哪来的？这是那个女人的东西。你，谁让你管楚家的闲事？你装聋作哑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楚家在西周可是权势饕餮，你乔家只不过是他们手下讨生活的一只蚂蚁。现在楚一凡和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斗得不可开交，如果楚天胜知道你也曾经参与其中，为了防止以前的事情暴露，他是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我们不可以把那件事情告诉警察吗？我的女儿不会说话，她不会说话。那件事情已经过去20多年了，就凭你一个5岁的小女孩的一面之词，就能把楚天胜扳倒？况且他们是亲生父子，就算是楚一凡相信是楚天胜杀了他的母亲，可是面对楚家千万亿的家产，他能让楚天胜倒下吗？血浓于水，何况在金钱面前，一个早已死去的人根本不值一提。乔乔，妈妈知道你是个正直的孩子，但是你现在必须马上跟我出国，我和爸爸会带着妹妹很快去找你的。只要我们一家4口安全了，我会让你把那个真相说出来的。答应妈妈，乔乔，妈妈求你了。如果把那件事情告诉他，我该如何解释我的不告而别呢？姐，你在发什么呆呢？我不管，我现在就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姐夫。喂，姐夫，不要！姐，小花，你跟谁说话呢？刚才谁的声音？我没跟谁说话呀。你打电话没事？啊，没什么事，就是想你了。问问你在干什么呢？小初是不是在你旁边？没有没有，那你先忙吧。查一下我跟乔画的通话录音，里面有段声音跟绑匪很像，我要一帧一帧的。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？你说出来，我们一起帮你解决啊！就算姐夫不愿意帮你，你还有我，还有裴哥哥。裴哥哥是大律师，他一定可以帮你找到办法的。你好像有很重要的事。你进行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法律课程，需要问我吗？刑事诉讼法第48条，生理上、精神上有缺陷或年幼、不能正确表达的人，
如果儿童智力正常，对于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经过完全可以表达清楚，这样的儿童是具备证人资格的。但由于年龄和认证能力的限制，小孩子的口供在准确性跟完整性上实在不足，是否能完全采纳，甚至达到定罪的标准，必须结合其他证据进行验证。其他的证据？叫出去律所干什么？咨询了一些法律相关的问题。不过上次他去律所是咨询离婚。离婚？他要跟一凡离婚吗？似乎是因为二少爷身边那个叫云冉冉的女人。云冉冉？局长你好，我是楚总身边新来的秘书，我叫云冉冉。看来我这个儿子也有眼无珠的时候，看着他点儿，必要的时候帮我一把。明白。那件事情已经过了20年，很难再有其他的证据。现在妈妈一个人在疗养院，画画又还在读书，而我也没有工作。如果我将真相说出来，却不能为楚天胜定罪，妈妈跟妹妹都会置身在危险之中。何况，这是他想看到的结局吗？声音对比的结果已经出来了，结果跟您猜想。就算他从来都不会说话，你怎么可以不把他当做一个人？你怎么敢说出让他去死这么无情的话？不要！根据技术鉴定，这2段音频轨道高度相似。由于第2段音频素材太短，还不能断定就是同一个人发出的声音。乔化的声音呢？我们用乔化的声音和绑匪做过比对，结果完全不相符。是他。大少爷，先生吩咐过，没有他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踏入这道门槛。拦我可以，这一位可是老爷子专门请过来给他儿媳妇治疗失语症的，这是耽误了我弟妹的治疗。弟妹啊，这治疗方式啊可能有些疼，你要是受不了就叫出来啊。住手！先生，你回来的刚好，他们……一凡啊，你可别误会，我这是奉老爷子之命来给弟妹治病。你也不想自己的老婆永远是个哑巴，要是治好了，你还得谢谢我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杀吧。啊，你不是不心疼你媳妇吗？我心不心疼我老婆，你怎么知道？整个西周谁不知道啊？你才刚结婚就跟你的秘书搞一块去了，名车呀、名表啊，流水一样往那儿送。倒是我这位弟妹浑身上下哪有一点豪门夫人的样子？一个哑巴，平时也不抛头露面，要那些贵重的东西干什么呢？弟妹，瞧瞧，这就是你选的男人。这要是当初你跟了我爸当我们小妈，何至于受这种屈辱？我看你不如跟了我吧。到底渣不渣？不知道老爷子抽了什么，突然让我带着蒋医生的事敲出来。一个哑巴能说话？扎，马上给我扎！不过我提醒你一点啊，好好想一想，老爷子当初放你开的时候，在这么多人看着，给一针扎下去，扎不好也就算了，但万一要是开口说了点什么不该说的话，难道他已经察觉了？老爷子到那个时候不会轻饶你啊！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他怎么可能拥有老爷子的把柄？你爸好不好色，你不清楚吗？不可能！行了，你爸今天派你过来，不就是为了试探一下会不会说话吗？你怎么知道？
看来我会说话的事儿已经瞒不住了。凤姐，夫人受了点惊吓，局做点补品给她补一补。好的。小野，老弟啊，刚才那话什么意思呀？跟哥说说呗。干！老弟，走啊！干嘛呢？难道怀孕的事儿他也知道了吗？我让你去查查乔叔会不会说话，你闹这么大动静，你生怕你弟弟不知道是吗？楚一凡不是不在乎那个乔叔，他不在乎，你前脚进去，他后脚就回家了吗？不过让你这么一闹的话，也不是没有收获。什么收获？那个女人全程都没有说话，她到底会不会说话？用你这个猪脑子给我想想，乔楚能给我造成多大威胁？我要的是你弟弟的反应，知不知道？蠢货！哦，我明白了吧？那个云冉冉，她就是个挡箭牌，对不对？加强对乔楚的监视。是。好。哎，爸，乔楚手里到底有没什么把柄？不要忘了给我办好你的事。哎，爸，我那20亿，一凡，我的好儿子，如果哪天我要动乔楚，你会是什么反应？老板，咱们之前已经跟绑架乔楚的绑匪确认过，乔楚会说话，是在装一旁，是不是应该在他说出那件事情之前？楚强这个蠢货一闹的话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乔楚哪有我的把柄。万一他有任何三长两短的话，一定会怪在我头上。当务之急是让他赶快离开伊凡。他不是怀孕吗？你知道怎么办？夫人，这些都是对女人身体有好处的，怪我照顾不周，你看起来好像瘦了一些。这些都是先生要求做的，既然先生发话了，夫人，你好歹吃一点吧。他给我吃这些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都已经知道了？乔女士，这里是私人妇产中心，您的丈夫楚一凡先生为您预约了人工流产手术。人工流产？这是夫人在遭遇绑架那天医院的就诊记录。妇产科早孕检查。对了，在调查记录的时候，我还遇到了那天在器材室附近出现的护士。她说，你那天问我有没有遇到一个奇怪的人，的确是有一个，是个女生，她大概这么高，头发很长，她看起来非常的紧张，好像是有人在追她，她还撞了我一下，说了声对不起。确定她是用嘴说的？不用嘴用什么？哦，对了，她手里还拿着一个手机，跟我们平常用的不太一样，像是改装过的。那部改装过的手机应该是加了变声器。护士遇到的那个女人，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绑匪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是否按照护士提供的线索，重新筛查医院的监控，说不定就能找到绑匪的真实相簿。不需要了，这件事情是楚强做的。大少爷，我的夫人在楚家的医院遭遇了绑架，刚好呢，那天医院周边的监控又全都在维修，除了楚家的人，谁还有这样的权利呢？20，楚强又刚好欠了20亿的赌债，他肯定会铤而走险的。好的。她真的怀孕了。已经12点了，
睡这么晚吗？你在关心一个绑匪的身体健康吗？是的，因为如果你不睡的话，我的夫人随时都有可能有危险。你不希望他有危险，当然，因为就会对你有威胁吗？我的夫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？她是你的夫人，又不是我。还记得第一次见她的时候？第一次。拿回来。拿回来！整天抱着个死人桌子，这么想你妈的话，不如跟他去死吧。那个时候，他烫得满手都是水泡，但他还是小心翼翼的，怕我也被烫到。他没有喊疼，他甚至没有发出一丁点的声音。你居然还记得？可是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。手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你是不是又去楚家看那个孩子了？妈妈说过多少次，让你忘了那天发生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听妈妈的话？搬家，现在就搬家。或许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。苦衷？他一个孩子，能明白什么叫苦衷吗？只不过是大人说什么就做什么而已。可是他现在已经长大了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我明明已经告诉过他，不要让任何一个人有伤害他的机会，可是他呢，却还是让楚强踏进了我们的家门。乔乔，这是止疼药，你赶紧吃吧。可是楚天胜需要，楚天胜需要确定你是不是永远都不会说话。乔乔，妹妹现在还小，你再忍忍，为了我们全家，你再忍忍啊，再忍忍吧。出去吧。小乔来了。来来，坐下来。大夫，开始治疗吧。女儿，忍一忍，再忍忍就过去了啊。因为这些事情，他都已经习惯了。我还不能习惯。你是在为他打抱不平吗？我只是在责备我自己的无能。我不知道在他身上发生过什么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。每一次和我接触过后，他就会在我的世界里面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你找我女儿，她出国了。出国了？她国外有个男朋友，两个人一起出国留学去了。初二上，我女儿是个哑巴，向来足不出户。像你这样高贵的身份，跟她永远不会有交集的，对吗？明白了，打扰了。所以当他再次回到我的身边的时候，我不敢向他透露我一丁点的爱意，我生怕稍有不慎，他就会从我的世界里面消失。真的这样想？是。你不是，你在骗我。我是一个绑匪，你怎么可能轻易向我展示你的软肋？你之所以那样说，是你想让我以为只要抓住强冲，你就会满足我的任何要求，而你真正在乎的人就可以高枕无忧。不然，你怎么会给他预约人工流产手术？
没错，我监听了他的手机，刚刚有一家私人妇产医院说是你给他预约的人工流产手术。你相信吗？你相信这件事情是我做的吗？如果你相信的话，你就不会给我打今天这通电话了。田姐，从现在开始，不要相信任何人的话，也不要相信你自己的眼睛，更不要用自己的猜想去判断任何人、任何事。相信你自己的内心，去做你想做、你认为正确的事情。认为正确的事。楚一凡，你喝多了吧你？我是一个绑匪，你居然在教一个绑匪做事？和一个思念了这么久的人说了这么多，我确实有点醉了。你在调戏我？我可是绑匪。尊敬的绑匪。你。肯定是喝多了，他绝对是喝多了，不然他怎么可能跟我一个绑匪说这么多话呢？他该不会是中了什么奇奇怪怪的迷药吧？不行，我要是现在让他回来，怎么个奇心呢？我怎么能说？是绑匪告诉我的制作药了吧？哪有这么好心的绑匪啊？这太近了。我就在你家附近，你要是再不回来的话，不敢保证会对你老婆做什么呀。他要是回来，问我怀孕的事情怎么办？还有装哑巴的事儿。他那天对楚翔说的那些话，你好好想一想，老爷子当初到底看上他什么了，带上这么多人看着呢？你这一针扎下去，扎不好也就算了，那么万一要是他开口说了点什么不该说的话，我已经猜到什么了吧？如果他知道我要把他的亲生父亲送进监狱，先生回来了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难道他真的很关心我？喂，一凡哥，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，我好害怕，好想你能在我身边。现在在工作，也得给你买一台限量版的跑车。真的，一凡哥，你对我最好了，亲亲。别闹。哦。渣男。乔乔，不要说话，千万不要说话。13床，你女儿来看你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把楚天胜当年杀妻之事公之于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是不是楚一凡对你不好？他打你了？那为什么这么好的日子你不想过了？我怀孕了。谁让你说话的？谁让你开口说话的？妈，我怀孕了。之前那些事情我欺骗了所有人，
难道我还要继续欺骗我的孩子吗？不，乔乔，你是清楚的。凭你一个人的供词，根本不足以给楚天胜定罪。就算那些事情被重新调查，在他被定罪之前，他是不会放过我们母女3人的。楚一凡会帮我们的。他为什么帮我？他们可是亲生父子。他是一个好人。好人？好人就不会生气了？好人就必须帮我们吗？乔乔，被害的是他亲生母亲。是啊，他很爱他的母亲，他恨楚天胜。他们是父子，就算他们父子斗争的多么激烈，他终究还是姓楚，他们才是真正的利益共同体。他奇怪，只能是你，怎么瞒了他这么多年？如果他真的爱他的母亲，那你这些年装聋作哑，他会原谅你，他会原谅我这个他生怕死的丈夫呀。既然已经怀孕了，就安安稳稳的把日子过下去。你还年轻，楚天胜总会死在你的前面，到那个时候，一切都就过去了。难道要让凶手一直逍遥法外吗？老爸，乔初去了疗养院，有人听到了他和他母亲的对话。看来他就要演不下去了，那就继续给点装聋作哑的动力。明白。不要用自己的猜想去判断任何人、任何事，相信自己的内心，去做你想做和你认为正确的事情。我要报案。那我先走了，花花，明天见。不知道姐姐怎么样了？在哪？我出来了。花花呢？家人在哪？告诉我。乔乔小姐，你的母亲希望你能安安稳稳的生活，你的妹妹需要你作为她的经济来源，而你的丈夫怀里抱着别的人。只有哑巴才不会喋喋不休的抱怨。是不是我只要一直当一个哑巴，你就不会动我的家人？我只是想让你看清你丈夫的真面目，看看这样一个男人值不值得你为了他而让自己的家人置身险境。这个时候，那辆限量版跑车应该已经到集团公司楼下了，也是夫妻共同财产，去把它抢回来。哇，这次是涂总订的那台限量版跑车，据说整个西周只有这一台。冉冉，你命可真好啊！只要你们像我一样努力工作，一凡哥也不会亏待你。我们努力工作了呀，只是没努力对地方。于秘书，你该不会是在出手床上努力了吧？真的要这样做吗？你这么软弱，等到跟楚一凡离婚的时候，难道打算净身出户吗？到那个时候，你妹妹的学费，你妈妈的疗养费，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，我可以自力更生。花花，花花，你妹妹醒了，她的酒量可不太好，别让我太失望。他一定在监视我的动作，为了花花，只能这样了。冉冉，我还没坐过跑车呢，你能带我去兜兜风吗？啊？夫人，这是谁啊？冉冉，你怎么叫他夫人？听说苏总夫人好像是个哑巴。
他看起来好像不会说话的样子，难道真的是夫人？喂，你个哑巴，说话呀！那个人不允许我开口说话。看来真是个哑巴。是个哑巴就怎么夫人了？你怎么可能？我们夫人虽然是个哑巴，当初乔家还没有破产的时候，我们夫人也是个千金大小姐，怎么可能像你这样没有素养？夫人一向忍气吞声，今天这是怎么？难道她也想要这辆跑车？冉冉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这个诈骗犯老捅我们夫人，他抢走这辆跑车。你说你是我们夫人，你怎么证明啊？在场只有我们，如果我承认他的身份，那这辆车……你看着冉冉干什么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冉冉是我们楚总的心头肉，这只手镯是楚总妈妈的遗物，楚总把这么重要的东西送给冉冉，就算真的夫人来了，也只能给她提鞋。乔楚，楚总，你干嘛呢？乔楚，难道她真的是夫人？一凡哥，我不知道做了什么惹了夫人不开心。夫人打我一巴掌，现在越来越放肆。到底想干什么？云冉冉是我的人，我让她叫你可以叫你。这辆车是我送给云冉冉作为优秀员工的奖励，如果你有意见的话，公司给你，你来做。冉冉，你没事吧？我就说吧，有楚总给你撑腰，就算真的夫人来了，也不会把你怎么样。别这样说，楚总不是是非不分的人。外面风大，回去，省得着凉。没钱给老子还赌债，却有钱给小贱人买跑车，心头肉。小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！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做了。但你没有做到。你只说让我去抢，并没有说一定要抢到。你果然很聪明。没错，这只是一项我对你的服从性测试，而你的下一项是跟楚一凡离婚。我试过了，他没有要离婚的意思。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。只要你肯听我的话，我不仅能让你顺利离婚，还能让你从楚一凡手中分走足够的财产。足够维持你和你家人后半辈子的生活。可是画画现在，他现在很安全，只是下一次就不是灌酒这么简单了。把他送回学校。一凡哥，我给你煮了一杯咖啡，温度刚好。今天这件事情吓到你了？今天是我不好，夫人不会说话，我应该好好帮她解释的。以后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。你是想跟夫人离婚？倒也没有那么着急，毕竟她现在还怀着身孕呢嘛。果然还是要先把肚子搞大。一凡哥，咖啡凉了就不好喝了。这么晚了，怎么没去试试车啊？我现在有车了，之前都是你开车送我回家。
今晚我想送你。你下去吧，我喝完这杯咖啡我就下来。我不仅能让你顺利离婚，还能让你从楚一凡手中分走足够的财产。这个人到底想做什么？如果只是为了让我继续装哑的话，为什么还要帮我和楚一凡争家产？或许他能给我答案。挂断了。到这个地址来，你会得到离婚的理由。人已经送上床了，你可以上来了。上去之后，我应该怎么做？怎么伺候男人，要我教你吗？我一定会牢牢把握这次机会。一凡哥，我终于要真正成为你的女人了。我已经到了。开门密码是？怎么捉奸与我作伴？你给他下药了？确实给他下药了。那又怎么样？难道你真的相信这世界上会让人迷乱心智的神药？这世界上只有两种男人，好色和假装不好色。没有男人能够拒绝本能的欲望，除非他不信。进去吧，好好看看被欲望支配的男人是多么狼狈。记得拍照。已经完事儿了，洗澡也不开灯，该不会他们在浴室里？真的在浴室里？我洗好了，该你了。不洗也没关系，反正我现在很急。怎么回事？浴室里只有他一个人，那个女的呢？找什么呢？我已经检查过了，整个房间里面都没有摄像头。难道他听见我进来，藏起来了？藏哪儿去了？如果你今天找不出第三个人，今天晚上就只能你陪我了。他没认出来我，该不会有夜盲症吧？楚一凡，看清楚，我是你老婆。我老婆不会说话。你早就知道了。我是第几个？什么？
我是第几个知道你会说话这件事情的？ 5个、6个，还有第7个。小朋友，刚才都看见什么？你要不说话的话，叔叔会割掉你的手。乔乔，这怎么了？这怎么了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这是你家孩子？是啊，我这孩子从小就是个哑巴，不会说话，他的智力发育有问题，到现在还没叫过我妈妈呢。这么说的话，他不能像正常人一样交流和渴望。是啊，所以我们才计划再生一个，等将来我们父母老了，他也好有个弟弟妹妹照顾。锤先生，谢谢你帮我把他送回来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你的球。那个时候他害怕了。所以你是被吓出的失语症，还是你一直以来都在装哑巴？你小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如果他真的爱他的母亲，那你这些年装聋作哑，他会原谅你吗？他会原谅我这个他生怕死的丈母娘吗？他会接受我们的孩子吗？又哑了。林冉冉呢？知道。你跟他来开房，你不知道去哪了？我是被下药了。你怎么总被下药？啊？那你要说这件事情的话，那我得感谢冉冉啊。当年要不是她帮了我，说不定我就不知道被什么来路不明的野女人给生吞活剥了。野女人？小朱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手语吗？因为3年前我去找你的时候，你的母亲告诉我，不要让我给你带来麻烦。你知道是我？我又不瞎。下段距离多重要？所以从那次以后，我就在不断丰富自己的语艺，主动去学习了手语，期待的就是跟你的再次重逢。那你猜对，于冉冉。欲享他人之福，必遭他人之祸。我相信于冉冉现在已经开始后悔了。你们是谁？你们要干什么？老大，这县里面跑车跑的可就是快呀！咱们兄弟跟了一路，可能把这臭娘们给追上了。少废话，强哥说了，人哥说当然得走。强哥，子乔，你们是干嘛来的人？看来事情进行的很顺利。你好像看起来不开心。如果你的妻子出轨了，你会开心吗？我没有妻子。这年头绑匪还真有意思啊，就喜欢跟受害人说自己的私生活。怎么，你是有什么难以启齿的苦衷吗？小乔，陪弟弟一起玩球好不好？小女孩家家的，玩什么球？放风筝去吧。去吧，去吧。没有。你输了。什么？他的房间没有其他女人，只有他一个。树洞，袁秘书在这杯咖啡里加了东西啊。我知道。那么接下来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
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呢？这场戏演了这么长时间，这时候再收尾。小初，你不愿开口的那些秘密，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挖出来。我们都被他耍了，你我还有云冉冉，都只是他计划中的一环。检查一下你右方上衣的口袋吧，里面有一个定位器，是他放进去的。这是这不是摄像头。你在绑架乔画和送楚一凡去酒店的时候，都戴面具了吧？现在你的脸上只带任何东西吗？你怎么知道摄像头一定会拍下他的脸？那万一他脸上带东西了？因为人只有在享受胜利的时候，才会卸下他身上所有的伪装。小叔，你耍我！为什么？你明明只需要按照我的要求离开楚一凡就行。为什么还要选这么难干？先生，我知道你从来不过生日，可这是夫人的一番心意，又是你们新婚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夫人她善解人意，不会怪你的。夫人，先生在南州出差，这单生意非常重要，所以。是他回来过。哎呦，先生，你慢点吃，这么多呢。我俩比赛正经，帮我打包。早点休息。因为无论他如何假装对我冷漠，我始终相信他的心是热的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无选择。小主，其实我能猜到你的身份，但我还是希望你的脸别太让我失望。好好休息，家里比较安全。你妈妈跟你妹妹呢，也都已经保护起来了。楚一凡，你叫我什么？我承认，我不会因为3年前你救过我，我就因此深深的爱上你。但是我们现在是夫妻，做夫妻，就算没有感情，也总得讲义气吧。讲义气？你身上的那根风筝线，我肯定会将它扯断。到那个时候，你想要爱情或者自由，我都给你。可是我不敢说，就是害怕失去你。
楚总，照片上男人的资料都整理好了。唐雨培，28岁，20年前跟随他的生母搬到了夫人后来一家居住的社区，至此两家一直都是邻居。而他的母亲只是一名普通的家政工作者，并且我们暂时无法查到有关于他生父的任何资料。私生子，又或许有人想抹去他与生父之间的联系。20年前，乔初一家人搬走也是20年前。是在故意监视他。20年前到底还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对了，楚总，云秘书今天没来上班，刚才有个快递是寄给您的。这是云秘书手上戴的，这是个假货，也是辛苦他们大费周章的给我寄回来。20年前，进车祸时。不接吗？待会儿是不是还有个重要会议？哦，好像是有个重要的会议。于秘书今天没来上班，你记得扣他工资，顺便问问他是不是不想干了。强哥，楚一凡不接电话，臭娘们儿！你不是说楚一凡收到东西一定会来救你吗？他会来的，他一定会来的。他连乔楚那个哑巴都救，怎么可能会不救我？开会，他一定是在开会。最好是你说的这个，否则债主剥我皮的时候，我一定烂脸。给我卷发！别做梦！楚一凡是不会来救他，会救他的是乔初。强哥，是不是楚一凡的人来了？是你，你是那个让我给一峰队下药的人。我暴露了，陈峰会是楚乔那个蠢货接走了你败局的人。你那小儿子起了疑心，就算乔叔永远不开口，他一旦查出我的真实身份，那件事就瞒不下去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老板，您这段父子关系应该保不住，但真相绝对不能公之于众。一定得找一个合适的替罪羊。明白。去吧。斗不过你们这些小子。你说他让你给楚一凡下药，强哥，好像咱一伙的。他妈的是不是傻呀？跟我们一伙的，我们破坏了他的计划，搞不好是来找我们算账的。是来找你，但找你算账的是老爷子。你是老爷子的人。老爷子说了，只要你配合他演完这出戏，就算你将功补过。老爷子让我干什么？杀一个人，乔初，楚一凡。凡哥，不可能！老爷子是不是疯了？那可是他的亲生儿子。楚乔，你该不会不知道老爷子是怎么起家的吧？你到处宣扬楚一凡是私生子，实际上，当年你爸早已结婚生子，却遇到了父母双亡的富家女。他为了得到富家女的财产，哄着你妈离婚，并与富家女结婚生子。后来你妈死了，你孤身一人进城寻找亲生父亲。再后，那个富家女，也就是楚一凡的生母，就变成了一具尸体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不觉得这两件事太巧合了吗？
是那个女人自己命不好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原本是和你没有什么关系，但现在有人执意要找出当年的真相。一旦你父亲楚庭胜倒塌，20亿赌债就再也没有可能还上了。到那个时候，就等着被剥皮吧。等等，你到底让我干什么啊？帮他。为什么？夫人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和一凡哥，我和楚总清清白白的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求求你，求求你来救救我！你再不来，我就要被他们打死了，夫人。夫人，车在等着了，去做产检吧。你右手边有一辆面包车，坐上去。小妹，别在这儿。弟妹，几天不见，怎么还胖了？胸还大了啊！强哥，回人胀奶都这样。把他放了。哟，弟妹说话的呀。不过我现在都没想明白，你一个人是怎么赶来的？这个女人不是跟你抢男人？谁说我是一个人来的？我的帮手不就在这儿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这个男人不敢杀我，他要是杀我，那天他就不会踩下刹车。而今他利用你们把我引过来，或许是因为他想带我离开吧。离开？别动！这部手机会在2个小时之后自动发生通知，到时候楚一凡会来救你。你怎么知道我的目的？楚天胜是什么心慈手软的人吗？他连他儿子的赌债都不管，既然派你来执行关于我的任务，那就说明你对那件事情是知情的。人到了，你就不会再留。不走，我们2个都得死。所以你很配合。你利用楚强做掩护，想让楚一凡以为我也被楚强绑架了，所以他才会找错方向，而你就会有更多带我离开的时间。你很聪明，这些年装聋作哑，一定装得很辛苦。那你呢？背负着一桩命案的真相，还要做一名正义的律师，不辛苦吗？裴哥哥，我想知道到底为什么。因为我没得选。是我们没用，夫人在去产检的路上失踪了。你确定她是自愿上的那辆面包车？根据附近监控显示，是这样的。
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居住的那个社区的保安吗？个子小小的，笑起来满脸都是皱纹。对啊，那时候你太小了，已经不记得了。又或许是因为他太普通了，不值得人记住。他是楚一凡生母车祸案的肇事者，也就是我的亲生父亲。那时候我们一家3口住在一个狭小的出租屋里，我妈给人当保姆，每年都会带一些剩菜回来。家里面冬天没有暖气，我和我的父亲就一起睡在社区的保安亭里，大扭取暖气，比家里面暖和。可是为什么？你是不是想问，就算收入微薄，也不至于一家人过得如此幸福？因为麻绳专挑细处断，恶饮专找苦命人。我从小身体就不好，家里人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为我治病，而那一年，我爸被查出尿毒症。后来的事你应该已经猜到了，我爸为了钱替楚天生顶了罪，不久就病逝了。而我从8岁那年开始就沦为楚天生的走狗，他出钱为我治病，我负责监视你。我明白了。但是小初，我也想做那个断了线的风筝，我们都渴望自由。那其实不是赵楠，你内衣里藏着另外一部手机吧？求求你，求求你来救救我！你再不来，我就要被他们打死了，夫人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权接听。楚一凡，你在开会吗？我要出去一趟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出去，不希望我独自冒险。可是从小到大，我都生活在危险之中，而这份危险，是我作茧自缚。那件事情已经过去20多年了，凭我一个人的证词，早已不足以成为能够为案犯定罪的证据。但是欠你的真相，我必须要完完整整的还给你。你那么聪明，应该早就知道勒索电话是谁打给你的了。我竟然真的想过要跟你离婚，幸好你没答应，幸好你再一次给了我把一切说出来的勇气。关于我知道的真相，我已经写好，放在了我们的结婚证里。而真相的另一部分，我会不惜一切把它带回来。而那以后，你要宽恕或者怨恨，我都有你。到那个时候，你想要爱情或者自由，我都给你。不用录音，我刚说那些话没有办法成为有效证据。我没有录音。你想劝我回去？我想，你已经不需要我劝了。今天你我只有2种结局：一起离开，或者杀回去。我不会用这个东西。我也不会，或者说，我不会对人用。小楚，楚天胜害怕我暴露，这些年除了监视你，没做什么脏事，但就非法持枪这一条，就算我回去了，唐律师也回不去。我爸自毁清白的牺牲，我10年寒窗苦读的努力，我拼命想活出一个人样，全部化为泡影了。走狗就是走狗，你比我幸运。佩哥哥，我们都应该面对真实的自己。
只相信自己的心，做你小做和你认为正确的事，因为我本就不是亡命之徒，蝴蝶破茧才能够展开翅膀。坐稳，活好。老板，你掉头了，抓去！让他们活着回来。我来接你了，老夫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很快就会被撞上。好消息是，我给警方留下线索，如果我们死在这条路上，就会成为楚天胜雇凶杀人的铁证。你后悔吗？即使我不跟你出来，只要不给楚天胜定罪，他总有办法除掉我。比如，今天根本就不是我原计划要去陈检的日子，要不是我按照你的要求中途下车，或许我已经死在陈检的路上。你倒是想得开。老公，哎，小柱，我距离你还有最后的2公里，不用犹豫，直接往前开，也不要回头看后面发生了什么。记住，只要我在，就不会让任何人拦得住你。绝对不可能再迟到了。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。楚天胜，你被捕了。没想到最后是栽在你小子手里。走。待会情况稳定，可以回去按心养胎了。谢谢医生。嗯，你上次来的时候不是哑巴吗？大概是牺牲的力量，让我的失语症治好了吧。医学奇迹啊，也只有小短剧敢这么写了。姐姐，姐夫不会还没醒吧？不会变成植物人了吧？小短剧里都是这么演的。不过根据我看过几百部小短剧的经验来说，一般这个时候，只要女主真情告白，男主就会醒过来啦。告白？你不会从来没有跟姐夫告过白吧？到那个时候，你想要爱情或者自由，都给你。那算是告白吗？可是我这样一个满身谎言的女人，他喜欢我什么呢？妈，这是我全部的秘密啊，都上交给你。我很感谢这只手机，给了我再次发声的渠道。原本我以为只要家人平安，只要表面上相安无事，
我自己内心的感受并不重要，但是因为这只手机，让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。就算他从来都不会说话，你怎么可以不把他当做一个人？你怎么可以说出让他致死这么无情的话？我也想要宣泄自己的怨气，是你自己说的，他不过是你娶来亲你爸的工具而已。既然你跟老初总已经翻脸了，那这个工具对你来说无关紧要了吧？我要你跟他离婚，我也想要独立，想要掌控自己的人生。你说，等所有的事情结束以后，我想要爱情和自由，你都给我。可是这两件事情原本就不冲突。我也想要爱你的自由，我也想要自由的爱你，而不是心中怀着对你的愧疚，就不敢期待你的回应。你从来就没有不原谅我，是我自己不原谅我自己。怎么了？现在接到陌生电话，还是不习惯开口说话吗？你是？我只是觉得，闭着眼睛听你说话，是一种享受。我知道，你的脑部检查没有问题，你只是断了2根肋骨。2根肋骨不重要啊，大不了我打断了赔你呗。你先把孩子生下来，我收拾你。是你说不要的。我从来没想过她能成为我的妻子，我也没打算跟她之间要一个孩子。我说的是不要1个，那是因为1个不够。哎，你妹妹看了那么多短剧，没告诉过你吗？睡美人是需要王子亲了以后才能醒过来的。那是童话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王子。你滚回来亲老子一口！等等，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事情？强哥，那人不是说你手机2个小时之后会自动发送定位吗？这都3天了，你说那手机是不是没电了呀？自己杀，你知道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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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